正德8年，扶桑屡屡侵犯项羽，虎威将军秦昊天率10万赤焰军与之一战。不料此役扶桑竟提前设下埋伏，赤焰军陷入苦战，危在旦夕。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！杀！宣虎威将军之子秦泽上殿，特许佩剑入朝。想当年秦家赤焰军踏遍北疆，何等威风！如今秦家满门只剩老弱妇孺，全靠秦泽这一根独苗独撑门面。所谓功高震主，兔死狗烹。秦将军当年和扶桑一战，10万赤焰军一夜蒸发，死得不明不白。瓦尔卡用命守下的疆土，如今却被一纸合约割让了出去。是啊，自此之后，赤焰军便被撤了封号，圣上更是让秦家休养生息，实则不得踏出府门，软禁至今。今日我等战死，是敌人里应外合，是朝中有人想让我们死。你要好好活着，光复赤焰军。儿啊，你父亲功高震主，无论今日进殿陛下说什么，你都要应下，否则我们都会有灭顶之灾。哼，末将秦泽拜见陛下。秦泽，你父亲一生南征北战，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，按律当赏。可惜英勇战死，但子承父业，朕赐你为镇北王。北凉土地辽阔，足有数万里，将这块封地给你，你觉得如何？北凉正是大秦疆土内最贫乏之地，地广人稀，最近那里的胡马又有造反之势，是相当凶险啊。将北凉作为封地给秦泽，明升暗降，相当于发配边疆啊！这不是逼着秦家死在那里吗？哼，这狗女帝真是心狠手辣！我秦家如今都是妇孺，去了北凉就是必死之举，我还不如反了算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师尊领主系统加载已完成，每秒兑换1积分，1积分可兑换1名青壮年成人，积攒一定积分可前去系统商城兑换武器、骨架。哈哈，童子，你让我好等。秦泽，你可愿意？哼，臣愿意。哼，每秒能兑换1个兵，一天能兑换86400个兵，封地1秒涨1兵。女帝，你就等着跪下唱征服吧。秦将军一生沙场，遗下的独子却连一丝锋芒都无，拔了牙的猛虎也不过是一条顺毛狗罢了。我操，一天能增加这么多兵，这比老母猪下崽还快啊！100积分还能兑换100斤粮食，我勒个豆！兵也有了，粮食也有了，长吧长吧，都是我的兵啊，不，都是朕的兵。不愧是秦将军之子，北凉交给你最合适不过。朕赐你300兵马，即刻出发，镇守北凉。陛下，300兵马如何足够？北凉贫瘠，山贼匪寇众多，与之接壤还有异族胡马。微臣以为至少也要数万兵马相随啊，陛下。我看300足矣，北凉境内的百姓一样可以训练成兵。若陛下派我黄龙前去，莫说300，哪怕100人，我亦敢镇守。秦昊天在世之时就屡屡和我过不去，现在他死了，就凭这300兵马去北凉，你秦家死定了。秦泽，你怎么看？这300兵马足够吗？够个屁！你给黄龙1万兵，你看他敢不敢镇守北凉？口嗨谁不会呀？陛下，我秦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此行前去北凉不需要一兵一卒，只带一家老小即可。到了北凉，
我会招揽百姓，训练成兵，陛下无需担心。300个兵，说不定还有朝廷的眼线，我敢用才怪。老子现在有系统了，一天可以兑换数万人，差你这300人？真是个毛头小子！等你到了北凉，我就让你好看。好，既然你有此胆魄，朕准了。镇北王即刻出发，不得延误。臣接旨，谢陛下隆恩。秦泽，既然你自己寻死，那就别怪朕。泽儿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为娘好担心你。娘，不必担心。北凉凶险，我们这一去，只怕永无归来之时。泽儿向您承诺，1年后我们一定风风光光的回来。不仅是回来，女帝，我秦家的血仇，我秦泽一定亲手向你讨回。此去北凉，危机四伏，你们可愿随我同去？我等承蒙将军大恩，莫说是北凉，即便是刀山血海，我等也愿同去。誓死追随将军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一起闯闯这刀山火海。此去平北凉，灭匪患。平北凉，灭匪患。出发！备快马，传信北凉，就说镇北王赶赴北凉，要清剿境内所有匪寇，务必要赶在秦泽小儿到达北凉之前，将这个消息传遍北凉。是，将军。还镇北王，你镇得住吗？北凉统军都是我的人，当地匪寇猖獗，你死也死得名正言顺。宿主秦泽，积分4123，增长中，领地北凉100123平方公里，兵士5000多积分，足能换4000兵。但现在若凭空冒出，难免惹疑。到了北凉再说吧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嚯，了不得！典韦，万军之中取敌手，虚火，破阵无双。霍去病、风狼居胥、韩信，那可是兵仙啊！这些名字在我那个时代传颂1000年，现在都能为我所用。我一天能赚8万多积分，不到2天就能兑换1个1星武将。女帝，我秦泽重回京都之日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北凉，我秦泽来了。末将赵元恭迎镇北王入北凉。这座城是石峰城，虽说有些偏僻，但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正适合将军休养生息，招兵买马。哼，赵元这厮以为这样就能困死我？有积分在手，粮食人口随便调遣，群山环绕，匪寇成群，又能奈我何？只要铺好情报网，石峰城分分钟变铜墙铁壁。赵将军不必多礼，此地甚好。黄龙将军有意除你，但又何须我亲自动手？此地匪寇成群，我看你如何抵挡。将军满意便好，军中事务繁忙，末将不便久留，到此。母亲，你先带着大家歇息。好。此地空旷，正好可以组建军队。打开系统面板，90多万，该有的都有了。兑换9000人口，消耗9000积分，兑换9000人口，剩余积分916000。参见主公。很好，人齐了，给我全副武装。全家别手软。黑铁盔、黑甲铠、白练刀、长戟、玄羽弓、黑鬃马。第一，装备生成中，购置9000黑铁盔、黑甲铠，5500把白练刀，2000把玄羽弓，1500匹长戟，1500匹黑马。不错，这才是我秦家兵。点击升级兵种，检测到已有9000兵士，消耗9万积分，兑换1星兵种模板。检测到宿主已有兵种，首次武将优惠，消耗10万积分，由系统随机抽取1名武将。欧气，来吧，给爷来个狠的！
消耗10万积分，系统抽选中。恭喜宿主获得3星武将模板典韦，3星武将加长，士兵战力整体增幅10%。末将典韦拜见主公。典韦，哈哈哈哈哈！欧到家了，快骑！这9000兵即日起由你统帅。是主公。剩下的积分全换成粮，消耗36000积分兑换36000斤粮食。主公，9000兵马已整编完毕。很好，石峰城外山道两侧接领，派2队人暗中布哨防匪寇。遵命。不出3日，必有人来杀我。如今有兵马齐全，我让你们有来无回。人多眼杂，没事往我这儿跑什么？说，来干什么？将军，听闻那镇北王已入北凉，扬言要清剿匪寇，不知是真是假？朝命已下，自然是了。将军，我等依附您多年，每月供奉从未短缺。镇北王若要剿匪，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皇上，区区一个空头王爷就把你吓破胆了？空头？怕了。我只透露一点，朝廷未给他1兵1卒，他身边只有自家的老弱妇孺。多谢将军指点，小人告退。秦泽呀，秦泽，虎狼环伺，杀你何须我动手？王家主，你可回来了？打听的如何？那镇北王到底是什么来路？带了多少兵来北凉？哼，此次他进北凉，朝廷未出1兵1卒，他身边只有自家的老弱妇孺。老弱妇孺也敢狂言清剿北凉境内所有匪寇，真是笑掉人大牙！我看这镇北王是活腻了。主公，咱们兵强马壮，那些匪徒真敢来吗？典将军，我们的实力尚未暴露，现在外界都认为我这镇北王是个光杆司令，那些匪患绝对不会放过这大好机会。这些匪寇真是好大的狗胆，想杀老子主公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！秦泽小儿口出狂言，老子今晚就去石峰城砍了他的脑袋当夜壶，待我杀入镇北王府，先斩了他的狗头，再让他家中夫人来伺候老子。好，祝福兄弟不愧是一条好汉，来上酒！经此一战，诸兄弟在绿林上必定声名远扬。今夜我杀了镇北王后，一定立刻告诉诸位，2位哥哥稍后待我取他首级回来下酒。哦，讲，武功里处探听到大量马蹄声，约莫是3、5千人。从衣着来看，确是匪寇。取布阵图，打开城门，按我说的布置兵马。大哥，那镇北王只有老弱妇孺，用得着所有兄弟都来吗？你除了女人脑子里没货，那可是秦王府，即使是老弱妇孺，也并不是普通人。我以全部人手打他800精兵，这样碾压式的打法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战损。哼，兄弟们，今晚只一桩正事，抢女人，抢地盘，杀秦泽。是，大哥说的是，抢女人，抢地盘，杀秦泽。不对呀，老大，我们怎么这么容易就进城里了？等一下，想必是看到老子人多势众，直接不战而降了。兄弟们，今晚大口吃酒，大碗吃肉，石峰城我们打下来了！老大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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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秦泽，带着女人和金银珠宝出来受死！
全军听令，随我诛杀匪寇！杀！万人大军！老大，绝对不能骗！兄弟们！这谁说只有老弱妇孺的？这绝对有万兵啊！全军听令，随我诛杀匪寇！快，咱们被埋伏了，随我冲杀出去！弟兄们，拼呐！主公已经关闭城门，今夜你们一个都走不脱！怎能如此不经打？小子起来，还有话问你。救我！好汉莫杀我，留我一命吧！我们主公有命，不会让你轻易死的。还有谁能接老子一招？恶鬼，是恶鬼！一人可敌百万军，无愧是鬼之恶来。检测到宿主首次击杀一股势力，触发歼敌功能，首次奖励基础积分+1。歼敌根据每次击杀敌方规模大小，给予基础积分增幅，本次为首杀奖励，后续依据势力规模增加积分增幅。之前每秒1积分，现在是每秒2积分，成倍增长。照此算，一天我就能获得17万多的积分，也就是说，杀的势力越多，积分越多。兄弟们，听我号令，无一歼灭，一个不留！杀！把他给我叫醒！我主公有话问你，你若是敢说半句假话，我将你一寸寸剁成臊子！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你寨子在哪儿？还有多少人？将军，我说了，你能不杀我吗？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典韦，既然他不愿说，那就杀了吧。是，主公。将军别杀我！我说，我们狼头寨都来了，已经没人了。我今日刚入北凉，你便倾巢出动，趁夜袭杀我，胆量不小啊！说，背后何人指使？是王猛让我来的。王猛，是王猛，是他逼我来的。他说将军只有老弱妇孺，叫我一马当先来探探虚实，我也是被迫啊。哼！把你知道的寨子都圈出来！我说，他手下有多少匪寇？8000多。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我只听他说过有8000多人。对，就是他。派人带1000兵，直扑野狼寨。无论还剩多少人马，一律诛杀。占领后清点物资，有用的全部带回。是，主公。将军饶我一命，我愿给主公当牛做马。将军。镇北王入驻石峰城，已昨夜斩杀狼头寨匪寇5000人。镇北王初来石峰城，便斩下狼头寨这帮匪寇，英明啊！可怜我儿子，就死在了这帮匪徒手中。今日终于报仇雪恨，大将军是我的恩人呐！镇北王，镇北王！
主公，昨夜缴获粮2万斤，马1000匹，兵器数千，已押入仓房，战马已分配给士卒。粮入仓，马上阵，猎起，销毁吧。主公，咱们可否乘胜追击，直取朱府据点，把那2处山寨斩草除根？不，按兵不动。我们的优势不在利刃，而在情报。匪众以为我手中只有800，所以今晚才敢冒进。加派巡逻，沿山布哨，把巡逻线拉长，尤其盯紧进城路口，修缮城墙，固若金汤。敌人若以为攻城易，我们就让他们一头撞在铜墙铁壁上。一夜过去，那狼头寨怎么还没有消息传过来呢？我不是出了什么差错？大哥，朱父此人好大喜功，有勇无谋，最是莽撞。他狼头寨中虽说有5000余人，但这小子说不定托大，没有带所有人前去。赵统军虽然说镇北王只有老弱妇孺，说不定个个都是征战沙场的老兵。言之有理，不过再不济，今日也该解决了。再等等他来信吧。这帮匪寇鱼肉乡里，无恶不作，其行可诛，其罪当灭。我既冠以镇北王之名，愿许这北凉一个太平人间。自今日起，凡匪巢贼窝，我将一一踏平，绝不姑息。将军英明，将军英明！将军，我愿献银充当军饷，我愿献粮，只求将军早日荡平匪患，让我们百姓能安生过日子。诸位赤诚，勤则心领，你们求得温饱已属不易。这些银两各自留好，过踏实日子。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就是我的粮仓。北凉的太平，我来给。这往后的安生日子，我们一起。奖励宿主获得6000振奋人心积分。恭喜宿主兑换2000黑玄盾、1000百炼刀，1级兵种1000人，修护昨日战损士兵。此次共消费11万零20积分。如此一来，我手中便是装备齐全的万人劲旅，即便其余匪寇联合来攻，又何足为惧？草莽之流，终究是乌合之众，岂能与我纪律严明、如臂使指的铁军相提并论？镇北王，镇北王！兵马无敌，民心所向，大事方成。女帝带我凯旋回京，你我之间再论天下。大哥，啥时候带兄弟们下山打打牙祭啊？这手早痒得不行了。去年抢的少，大伙冬天都没过踏实，今年非得全给他劫光不可。急什么？等秋后石峰城那帮傻子收谷贩粮，再出手也不迟。都他娘的抢光了，明年谁种啊？竭泽而渔都不懂啊？勤则给予。大哥，那镇北王出来北凉，肯定带了不少金银粮草。这种好事咋就让狼头寨给撞上了？镇北王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，就算朝廷不待见，表面功夫总得做做。咱们那统军赵元，不急。镇北王家中总有交付美女婢吧？嘿嘿。怎么回事？老大，不好了！官兵杀到寨门了！什么？哪里来的官兵？不知道啊，老大，人数很多，不会是统军大人的吧？军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快把兄弟们给我喊出来！你就是清风寨主赵大友，爷爷我跑了2趟才堵上你这寨门，你好大的排场！堵门？刚刚的巨响难道是堵门声？老大，不好了，山寨后面围了好多人，门口是一堆大石头，对，和这个一样。糟了，被包围了！你是谁的人？谁的兵马？马上你就知道。人盯紧了，我放过一个贼寇。慌什么？寨中6000弟兄，可不是在刀口上滚过来的。他们敢来，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要不是主公有令，你的脑袋已经落地了。去北川那些酒囊饭袋绝无此等气势，难道是镇北王的人？狼头寨那边可有消息传来？不会全死在石峰城了吧？不会，
镇北王，典韦听令，破开寨门，全歼匪寇。老大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快退！全都离寨门远点儿！史书寥寥数笔，怎写得尽这跋山之事？今日方知何为这来。好一个典韦，好一个气势如虹！擒贼先擒王，典韦，随我直取匪首。是，主公。杀了他，让镇北王晓得，清风寨不是任人拿捏的。拿命来！无自量力！鬼，他是鬼！快杀了他，杀了镇北王！主公，我来助你。取弓来！主公，赵大有那厮往寨外逃了，我去擒他，务必斩杀，绝不可放虎归山。领命！全军听令，荡寇除奸，一个不留！这分明是人间地狱！你才吃我一刀！吃我一枪吧！今日败于你手，我无话可说，只求死前做个明白鬼。你还想问什么？叫我清风寨是不是你与赵元合谋设下的毒计？你说呢？果然是赵元这厮暗中设计，好狠的心，好毒的计啊！伏虎小心！不留活口。是。该不会一个寨子的人全被杀了吧？老大料的没错，真出大事了！要不咱们摸过去看看？你没看见清风寨被剿灭了？现在去，赶着投胎啊！别吵了，快回去！禀报老大。检测到宿主奖励方式里，积分增长速度提升至每秒3积分。每秒3积分，一日便是近26万积分。以战养战，自己完全可以凭借战斗获取更多的积分。北凉境内只剩黑虎寨一家匪首，势力必强于清风、狼头二寨。叫我清风寨是不是你与赵元合谋设下的毒计？我带800亲兵入北凉的消息，果然是赵元泄露。若非连夜创建大军，只怕早已命丧匪寇之手。赵元，你莫不是女帝派来的？主公，
寨中物资已清点完毕，仅粮食便有10万余斤。这清风寨可比狼头寨富足得多，皆是榨取百姓血肉所得。主公，我们何时出击黑虎寨？黑虎寨一马平川，光靠部族不能一击制胜，没有比骑兵更有效的了。只可惜现在还不够，等2天后积分满70万，便可一鼓作气组建轻骑兵队伍，以铁骑踏平贼寨。不急，全军休整2日。老大，不好了，清风寨被歼灭了！胡说八道！北凉哪来这等兵马能灭清风寨？老大，我们2人亲眼所见，清风寨火光冲天，喊杀一片，日久未至，饥未散。他们真的被灭掉了？朱福这小子也没传出消息，不会是镇北王？难道有大量兵马？老大，绝对是！我和兄弟看了好一会儿，没有一个人逃出来，怕是全军覆没。下一步会不会轮到我们？怎么办啊，老大？赵元亲口向我保证，他只有800兵卒，我俩结识已久，利益捆绑，他没有理由给我假消息啊！难道他秦泽真在数日之内将百姓练成了军？老大，得早做应对啊！是啊，老大，走，随我去见赵元。王猛，大半夜你怎么在这里？大人，我有要事禀告，事关重大，不得不深夜打扰啊。莫非是秦泽已死，这才连夜来报？关于镇北王的？正是。知道了，办得不错，回去吧。大人，狼头寨和清风寨全被镇北王剿灭了。啊！什么？你在这说什么鬼话？看来他也不知实情，并非存心骗我。千真万确呀，大人！清风寨是我手下亲眼所见，被镇北王一举歼灭。狼头寨自我那日回去，便将消息传与朱福，他当夜出发围剿镇北王，至今音讯全无。除了镇北王，还能有谁？镇北王是我亲自送往石峰城的，2寨人马近万，他只有老弱妇孺，如何剿灭？大人明鉴。无论如何，秦泽如今必定手握重兵，其他2寨皆已覆灭，下一个目标只怕就是我黑虎寨呀！大人，他们此刻就驻扎在清风寨，随时可能发兵。这些年我为您尽心办事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好，我知道了，明日我便派人打探虚实，若他真有重兵，我自有办法保你黑虎寨无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来人，速去清风寨查探镇北王是否在此，若有，查明兵马几何。是。主公，抓到2人夜探山寨，形迹可疑。将军，我是统帅大人的手下马通，绝非匪寇啊！哦，是吗？赵元派你们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莫非是来助匪一臂之力？统军大人听闻您连破2寨，特命我等前来，是为了询问将军可有需要援助之处。我前脚破寨，他后脚便知。赵元，你既爱暗中做局，就休怪我顺势而为，反将一军了。我来石峰城当夜，那狼头寨匪寇便举寨袭击，如今又有人指证王猛与赵元往来密切，而我入城的消息正是赵元透露给王猛的。绝无此事，将军明鉴。那匪寇奸诈凶险，满口胡言，统军大人怎会构建匪类谋害于您？您乃朝廷亲封镇北王，我等岂敢行此大逆之事？是啊，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是，将军。闭嘴！北凉匪患猖獗，数万百姓受3家匪寨荼毒多年。赵元这些年究竟在做什么？是能力不行，还是视而不见？2日后，我将踏平黑虎寨。马通，带话给赵元，若他与匪寇确无勾结，就点齐兵马，随我一同出征。是，小人定将话带到。统军大人与此事绝无干系。军爷都是自己人，蒙上眼，我等如何骑马呀？谁他妈和你是兄弟？到了山下用脚跑，再啰嗦一句，砍断你的手筋脚筋！不劳军爷，我自己来。
昨夜便命你们探查速回，这都日上三竿，究竟在何处耽搁？大人，我们刚到清风寨山脚，便被秦泽的人擒住，下山时连马匹都被扣下，是一路跑回来的呀。他还真在清风寨，手下有多少兵马？大人，我们被蒙住双眼，实在不知啊。不过能打下清风寨，怎么也有上万人吧？废物，连这点事都办不妥，还谈到什么？还有，兑换骑兵4500名，消耗积分814500分。不过10日，我已拥兵14000，如此速度堪称恐怖。待拿下黑虎寨，北凉便成我囊中之物。全军听令，6000轻骑随我出征黑虎寨，余部人党后方分驻。是。要是秦泽生擒了王莽，我可就麻烦了。可恶！事到如今，我还真是骑虎难下。通匪之罪，罪通谋逆，大将军不会保我，也保不住我。王莽，与我利益相连一场，再替我做最后一件事吧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为他赵元鞍前马后这些年，早已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爹，朱福赵大有无能，我可不是软柿子。秦泽若敢来，我必斩他狗头。是虎得给我趴着，是龙也得给我卧着。威儿，再等几日，自有你出头之时。老大，南边来了一路人马，距我寨不过数里。南边，赵元的人，他来做什么？是助秦泽，还是灭我？爹，难道他……你不懂，我和他是一个村里光屁股长大的交情。我落草，他当官，这些年互相照应，出不了事。大哥，北边也来了，全是黑甲的骑兵。北边，清风寨方向是镇北王，两路齐发，他们是要合围剿我黑虎寨。我这就让弟兄们死守寨门。可两路甲骑，只怕守不住啊！末将赵元参见将军。赵统军来得到早，剿匪之心如此急切。昨日听得手下回报，匪寇临死竟敢污蔑末将，岂能做事？这群恶徒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死到临头还要泼人脏水，实在可恨。末将此前军务缠身，实是无奈呀。赵统军兵马不少，却无暇顾及剿匪，在忙什么大事？北虎屡犯边境，末将不得已暂将剿匪延后，见虎马稍息，这才抽身前来，以正清白。好，赵统军韬光养晦，今日便让我看看你麾下战力。攻打黑虎寨，由你部为先锋。赵元将军军令已下，还磨蹭什么？是，末将遵令，全军听令，随我剿灭黑虎寨匪寇。在赵元与寨中匪寇缠斗之际，我便率铁骑从侧翼突入，直取中枢，杀入寨中。剿灭匪寇，杀！杀！赵统军，你当真要对我黑虎寨赶尽杀绝？蠢材，这个时候还想攀关系？寨中匪寇听好了，少给我胡言乱语！今日就是你们伏法之日。赵元，今日你敢踏进我黑虎寨，我定让你有去无回！哼，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，将这些匪寇全部绞杀，一个不留！黑虎寨没有孬种，这些狗官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，跟我杀！杀！不好，有埋伏，小心进阵！别碰！救命啊！都给我稳住，注意见袭！兄弟们，臭家伙，跟这帮狗官拼了！杀！
主公，咱们何时动手？赵元，匪寇当前，何故踌躇？莫非你堂堂统军，竟惧一群草莽？我中了埋伏也看不见呀，整得我两头不是人，你倒说话不腰疼。上，将这些匪寇千刀万剐，杀光殆尽！杀！杀！兄弟们，随我杀了赵元这背信之徒，今日便是死，也要拉他一同上路。卸磨杀驴的狗东西，拿命来还！取王莽首级者，赏银100两。兄弟们，那黑袍小将便是镇北王，给我取他首级，倒要瞧瞧他有何能耐！杀！哼！镇北王，拿命来！无自量力，吹我一枪吧！我的手！逆贼看齐！敢对主公动捏，死！幸好他是咱们的人，这也太猛了！赵元，撤走你的兵马！撤！匪寇上场不就带着一个人，帮了我剩下的马匪，寻死路。碍事的人总算走了。全军听令，速战速决，踏平黑虎寨！检测到宿主剿灭一方势力，基础积分增长至每秒4积分，每秒4分，一日便是34万余分，可换4000部族，2000铁骑。10天之内，我就能组建出一支数万人的军队，在北凉，没人可以给我造成威胁。如今我的兵马还不够，尚不能与朝廷对抗，我得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斩尽北凉贼寇，必定会人人称颂。在舆论压力下，女帝定不肯动我。妈的，让老子当先锋！8千兵马折的只剩1500，70大辱！我看剩下的贼寇你怎么应付？说不定这秦泽会被杀了。将军，赵统军今日力战匪寇，可见此前流言确属污蔑。若早这般进行剿匪，北凉百姓何至受苦多年？今日之战，望你牢记于心。是，末将谨记。黑虎寨虽破，北凉匪患畏惧，任重道远。寨中钱粮不少，总得让我回回血。将军，黑虎寨所缴钱粮，赵统军思虑周全，这些钱粮皆取自百姓，自当尽数归还。你的部下伤亡颇重，回去后好生抚恤，莫让将士寒心。妈的，人财两空还得倒贴，末将遵命。我对付不了你，黄龙将军还对付不了你吗？主公，匪寇仓库中清出粮食数10万斤，金银珠宝更是不计其数。这帮杂碎，这些年可真捞足了油水。即日起，
开放石峰城关市，鼓励百姓通商，将据北川匪寇尽数剿灭的消息传遍北凉每一寸土地。宿主秦泽现有兵力如下：部族4015人，工兵1964人，轻骑兵5616人，盾兵2000人。本次战役折损不足500。播报完毕。折损不足500，此乃全胜。工兵补足至2000，轻骑兵增至6000。本次补兵累计消耗积分68220。好。镇北王威武！镇北王威武！自今日起，据北川境内再无一名匪寇，你们可安心秋收，过个踏实年。只要我秦泽在北凉一日，便保你们永不再受匪患之苦。本地官兵多年的匪患束手无策，镇北王不过数日便踏平整个据北川，这般实力不愧镇北王威名啊！此外，自今年起，据北川粮赋只收2成，余下8成皆归你们自有，所征2成亦只为充作军粮，护佑此方安宁。谢将军恩典，谢将军。再容他这般壮大下去，下一步死的便是我。速传密信于黄龙将军。多谢将军。将军，北凉招统军800里加急。北凉急报，诸位猜猜所谓何事？北凉荒僻，莫非又是胡马犯边？我看未必。镇北王不是已赴北凉，此信8成与他有关。秦泽那小子去北凉已有半月，那儿的匪寇可不是善茬。我看呐，说不定9成已送了性命。秦昊天，我布下这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你们父子地下团聚呢。什么？废物！将军，何事动怒？秦泽没死，他不仅活着，还将据北川3家匪寇万余匪兵尽数剿灭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只带了自家老弱妇孺吗？怎么能歼敌上万？赵元信中言明，他麾下不限5、6千骑兵，逆转战局。是我们小觑他了。陛下将北凉封给他，只怕他早已暗中蓄兵，此子不简单。以6000破1万，用兵如神，颇有秦昊天当年之风。如今他手握兵权，坐镇北凉，恐怕是放虎归山呐！放虎归山？就凭他剿灭匪寇又如何？几千兵马又算什么？行军数10年，带兵足有数百万。秦泽小儿6000兵马不足为惧，只是有几分出乎意料罢了。将军说得对，6000人算什么？不过一群草莽。若他整60万大军，我可整虎归山。如今区数千，自保尚且勉强。秦泽，见你出鞘，必以血终，给我等死吧！秦瑞士，一名秦瑞士需连闯教武、阵战、兵器3关方得入选。瑞士可负80斤重甲，日行100里，陷阵杀敌如履平地。昔年秦军20万新军，亦仅锤炼出瑞士2000余人。将14015名士卒全部转制为秦瑞士，消耗70万0750积分，转制成功。20万秦军仅出2000瑞士，而我麾下竟有14000，以此铁军可当10万之众。真期待下一战，让天下看看何为真正的虎狼之师。不足1月，连破3寨，朕将这北凉赐他为封地，本欲借匪寇之手除之后快，岂料反成了他的立足之地。朕绝不容你安坐着镇北王之位。镇北王于北凉剿匪万余，众卿有何见解？陛下，
京师内也有在传颂镇北王剿匪之事啊，百姓们人皆夸赞，是那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啊！不愧为地下亲封的镇北王。有道虎父无犬子，先前真是自己多虑了。陛下册封秦泽为镇北王，封地北凉。他带兵剿匪，也不过尽分内之事，只能说职责之内。我看倒也不必过多赞誉，免得居功自傲。黄龙素来与秦家不睦，但如今秦泽剿灭上万匪寇，人人称颂，民心所向，难道连说句公道话都不成？陛下，微臣以为镇北王刚落脚北凉，便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斩杀匪寇，如此铁血手段，微臣建议应当加封镇北王荡寇将军之名，百姓们也能知圣上有功必赏，方显皇恩浩荡。张爱卿所言不无道理，此事却为利国利民，若换作旁人，朕必不令封赏，可为何偏偏是他？准张尚书所奏，加封秦泽为荡寇将军，赐黄金1000两。陛下圣明。可还有本奏，无事便退朝。陛下，臣有要事启奏。讲。北凉边境虎荣关连日来不断遭受虎马侵袭，百姓们苦不堪言。微臣以为镇北王几日内便绞杀了上万匪寇，如此悍勇，何不派镇北王前去平定虎马之乱？有镇北王出马，想必这些虎马必定是一击即溃。虎马部落兵强马壮，人人骁勇善战，如果派秦泽去平定虎马之乱，那确实是两全其美的好事。一旦开战，秦泽一定会被虎马所杀。既如此，就命秦泽即日整军北上平定虎马。陛下，镇北王绞杀上万匪寇，那匪寇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占山为王的草莽。若是现在就要镇北王前去平定虎马，面对的是一支正规军队，让镇北王前去，怕是有些过于勉强了。张尚书，方才为他请封的事，如今说他勉强的也是你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在朝堂之上仗虎马志气，灭我大前威风，是何居心？黄将军所言极是，镇北王如今声震北凉，若再平定虎马，必是国之栋梁。张尚书这般阻拦，倒让下官觉得你是不愿见镇北王再立新功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虎马连年反境，边民苦不堪言。镇北王用兵如神，正该派他北上退敌，早日还边境以安宁。既然众卿皆认为镇北王是平定虎马的不二人选，那便定下，传旨，命镇北王秦泽即日率部奔赴虎荣关，击退虎马，保一方平安。限令5天之内，镇北王若不将虎马击退100里，必重罚之。你秦泽绝无可能击退虎马，若战死沙场，正合我意。若未战拖延，5日一过，不论是将他贬为庶民，还是流放，那都不会让世人非议。自掘坟墓吧，秦泽。大将军此番布置，无论是秦泽还是秦家，必定都将死在北凉。只是，若是此事泄露，只怕我脱不了干系啊。秦泽手中兵马绝技没有1万，他绝无可能逃脱虎马的围杀，此事绝对不会出差错。回马，去虎荣关。将军，京师800里加急，陛下谕旨道，另有封赏随行。主公，朝廷有何吩咐？此番剿匪，声明已传至京师，陛下加封我为荡寇将军，不过命我即刻奔赴虎荣关，平定虎马之乱，限期5日，击退100里。虎马，那可是纵横草原的铁骑，不比山匪草寇啊！我剿匪立功，他不得不赏，
如今却想借胡马之手除我，哼！不给一兵一卒，反射5日之限，逼我赴死虎人关，好狠毒的心肠！这狗皇帝就会下阴招，他料我必败，才敢设此死局。可惜，于我而言，这恰是天赐良机。若能大破胡马，积分必暴涨，然后将北户草原当作自己的封地，在那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创建军队，可以待兵强马壮之日，便可杀下京师。主公已有决断。典韦，传令3军，整备粮草，明日兵发虎荣关。得令。系统兑换1万旌旗，消耗161万积分，5万精锐骑兵已就位。虎豹旗，兑换1万虎豹旗，消耗50万积分，1万虎豹旗集结完毕。古今骑兵第1将，18岁战800骑奔袭匈奴，战敌2千，居须冠绝天下。消耗50万积分，恭喜解锁5星神将。霍去病，末将霍去病参见主公。将军请起，不必多礼。有此良将统领虎豹骑，何愁胡马不破？北凉边境饱受胡马蹂躏，百姓流离。今命你统帅1万虎豹骑，明日兵发虎荣关，7日之内必要平定胡患。一族胡马，3日足矣。末将必将他们斩于马下。可汗放心，此次前往去北川的路线，我军绝不会设任何阻拦。只要剿灭秦家，虎荣关双手奉上。我等诚意已备，不知可汗意下如何？哼，黄龙视秦家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你们中原人内斗，正好让我坐收渔利。那镇北王区区几千兵马，也敢与我8万草原勇士抗衡，简直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答应了。事成之后，虎荣关为我所有。那石峰城，我要洗劫3日。石峰城数10万人，秋粮满仓，抢上一遭，够吃3年。你人嘛，可汗痛快。唯有一事，破城之后，秦家满门鸡犬不留，斩草除根。秦家女人也不能留。可汗此言差矣。石峰城的女子何其之多，秦家那不一样，只留下1个活口，那也是很麻烦的事。他们不除，心中不安呐。好，就依你之言吧，帮你们除去后患。石峰城就在眼前，哪位勇士愿往？要多少兵马？尽管开口。交给我突骑贴便是，1万铁骑，定将石峰城夷为平地。哈哈哈！秦泽总共才几千兵马，石峰城留守的怕是连1000都不到，何须1万？给我5000足矣。洗劫城池可是天大的美差，金银财宝不说，城中美人更是数不胜数。你这样，我只要3000兵马，这任务还是交给我吧。3000人马还是少了点儿，石峰城好大。只是3000人马又能带回来多少东西？这样吧，突骑贴带上5000人马前去攻打石峰城，进城先去镇北王府，切记不要留活口。城中女子能掠多少就掠多少。末将领命，定不辱使命。屠必言，你是我帐下第1猛将，勇冠3军。待那秦泽来到虎荣关，由你亲自率军迎战。斩下他的首级，悬挂关口，这才配得上你的威名。大胆英明，他若敢出关，我定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若是龟缩不出，我就破关而入，让他无处可逃。你是一个毛头小子，我必取其项上人头。不如这样，我领兵去石峰城，你在此迎战秦泽，咱们就比比，看谁先拿下目标。你倒是打得好算盘，
我若与他聚首不出，难免要多费时日。你率5000精兵取一座空城，岂不是手到擒来？此言差也。我要绕道而行，光路程就要1天半，到了还得休整半日，前后就要2天时间。喜节3日，往返共需5日。难道你对付几千残兵还要打上5天不成？好，那就比比看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好，都是我北湖的勇士，居虎荣关只是第一步。自从秦昊天战死，大前早已无将可用，那黄龙更是只会排除异己的庸才。待我统一各部，必率大军踏平北凉。愿随大汗干！石峰城是我们的大本营，绝不能有事，沿路都要布置好岗哨，严密监察，防止有人来袭。是，主公，岗哨都已经布置好了。在我从虎荣关归来之前，全军紧守石峰城，不可主动出击。若有敌来犯，依托关隘，全力防守。是，交给俺典韦，谁敢来犯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好，我们出发。余下的赶紧开门，逼得大爷我闯进去，那可是要见血的。女人乖乖给我出来，带你们去我胡马部落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比你们在这儿连饭都吃不饱强。姐姐，我不会让你被他们抓走的。都不出来，找死！给我撞开！镇北王，求您快来！姐，只要等到镇北王来，我们就……哟，这儿还藏着小美人呢，跟哥哥走吧，保你以后过得舒坦。畜生，不准碰我姐姐！镇北王来了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哼，镇北王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自身都难保，你这小崽子还指望他来救你？石峰城的上万土匪都被他杀光了，你们也会是同样的下场。我在下面等着你，姐姐，你一定要等到镇北王。弟弟，不要！臭小子，你拿我北湖勇士和匪寇比，镇北王只要一来，便会被我们杀得溃不成军。解决了他，这虎荣关便是我们北湖的了。可惜你是看不到我们怎么斩下镇北王狗头的那一天了。不过到了下面，你准能碰上他。待在屋里，外面正在清剿。谢谢你救了我们，请问你是？我叫秦泽，北凉的镇北王。胡马猖獗之日到此为止，我还你们安居乐业。镇北王真的来了！受死！你们是什么人？送你们上路的人。说，关外驻扎多少人马？我北湖勇士宣布处理掉。镇北王，哼，剿灭了一群匪寇有什么用？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这胡马兵岂是那么好平定的？吴大人，镇北王的兵马入城了，他们杀了进城的胡马兵。什么？怎么如此莽撞？激怒胡马，他们率军杀入城中，可如何是好？对了，他带了多少人来？回大人，只有数百人，看样子是要出关。数百人？这帮人是蠢材吗？数百人如何能出关去北湖草原？这完全是乱弹琴。大人，这应该是镇北王的先遣部队，没见到镇北王本人，他还在后头，说不定还有很多兵马。蠢货，你知道什么？他能有多少兵马？这次朝廷并没有给他一兵一卒，赵统军也说了，他只有几千人。
几千人够干什么吃的？北湖几万兵马，给他们塞牙缝都不够。大人，镇北王派来的那支先遣队，将闯入城的北湖兵杀得人仰马翻。属下见他们好像都无人受伤。镇北王的兵马看样子战力很高啊。杀了多少北湖兵？200余人。不过如此，人多打人少，北湖兵估计也没料到他们会突然杀出吧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200人一死，只怕北湖要动真格的了。你下去吧。报，镇北王已在关口，命大人召集所有兵马前去问话。若有怯战者，斩！什么？是说只有数千兵马吗？这看起来至少也有上万啊！下官无意参见镇北王，2000兵马已集结完成。无意，胡马肆意入城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你为何视而不见？将军明鉴，非是下官不作为，实是胡马势大，下官手中兵微将寡，无力抵挡啊！不敢对胡马动手，是吗？今日随我出征胡马，怯战者斩！是。将军，今日进城的东家木还没有回来。镇北王这几日便要赶来护龙关，不是早就说了这个时间段不能进城吗？东家木何时进的城？上午时分便进了城。他说这几日的女人都玩腻了，这才会去城里面看看。东家木都还没有回来，这就说明他很可能是出事了，有很大概率他是遇到了镇北王的兵马。镇北王从巨北川赶来要1天时间，东家木失踪，看来就是遇到了早早赶来火龙关的镇北王。他们如此急行，只怕人数不多，也没带什么辎重，明日他就有可能要出关了。将军，那东家木……不管他，谁让他色迷心窍，这个时候进城抢女人，蠢货！将军，何时动身？再等片刻，北湖人此刻还在饮酒狂欢，待他们闹到后半夜人困马乏，便是我们出手之时。时辰、路线、虚实，镇北王方略的精髓便在饶与皮2字。今夜我们便是他手中的利剑，又能射穿胡马的胆气，务必要让他们彻夜难眠，看他们明日还有没有精神提刀跨马。兄弟们，今夜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夜分4路袭扰敌营，虚实交错，不可恋战。敌若集结，立即撤退；若有追兵，便引他们深入草原，甩脱后，明日此地会合。得令，行动！杀！夜袭，有敌军夜袭！全歼胡马！杀！冲入马群，越乱越好。撤！追！草原之上，岂容他们放肆？一个都不准放过！不好，中计了！可汗尚在营中，若有闪失，撤！给我追！把这群人全部杀了！不必追了，镇北王手中无兵，才会使出这等小小伎俩，虚张声势，意图吓退我们，简直可笑。是啊，若他真有大军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可汗英明，加强戒备即可。待天明之后，全军出击，一举踏平火龙关，让那秦泽剑士合为北湖铁骑。是。
将军，关口就在眼前！哈哈哈哈哈！镇北王此刻怕是刚到虎龙关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今夜就去端他老巢。将军英明，连夜突袭，必能一举破城。突必言那莽夫，绝料不到我军行进如此神速。这场赌局，赢家是我屠启天。全军全速前进，直取石峰城。将军，关口方向出现大批北湖兵马，约有4、5千人。全军集结，准备迎敌。主公严令不得出关，难道就眼睁睁放他们跑掉？有了，传令，放开关口，放他们进来。咱们来个关门打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镇北王该不会把所有人马都带走了吧？连个看门的都没留！哈哈哈哈哈！将军，会不会有诈？怎么连守军都没有？哎，你听我分析。其一，他根本不知我们今夜会来，怎会提前设伏？其二，他兵力有限，剩下的人肯定都留在石峰城保护家小。他绝想不到我会连夜突袭。将军明察，属下受教。全军听令，月黑风高，正是破城之时，随我断了镇北王的老巢。将军，有伏兵，城门被关了。慌什么？区伏兵，能奈我何？掉头迎战！竟胆敢来石峰城，一个都别想走脱，受死！镇北王主力已赴虎龙关，此地怎会有如此多兵马？看这声势，至少数千。全军随我突围！前面怎么还有这么多兵马？这他娘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？谁给的狗胆？这我石峰城，既然来了，都把脑袋留下！将军，全完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赵元，我杀！不知道主公他们那边战况如何了？围上去，一个不留！哈哈哈！逃吧，逃吧！我看你们能逃到哪儿去？在这草原之上，休想逃过我们的掌心！左侧有伏兵，小心冷箭！在那里，杀了他！换他们的马，与南四小队会合，击杀那些追击的胡马兵。蚂蚁乏力，唯有死战，多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。弟兄们，我们来了，前后夹击，全歼胡虏。可汗，昨夜派出去的2支骑兵还没回来。昨夜我见那些人也不多，按理来说派出的2000人，难道说连几百人都没办法解决？还是说这镇北王还真是在这草原上布下了不少兵马？要是他们敢这样分兵，那他手里还能有多少兵马？若是他真的敢这样做，那这虎荣关岂不是只剩下了极少的兵马？我看昨夜派出的兵马定是追击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这才迟迟未归。
你觉得可能吗？一夜未归就是为了追击？可汗，不论如何，前去虎荣关便知。我即刻带上大军杀向虎荣关。不管秦泽如何排兵布阵，我们都有强大的兵力优势。他就算使出再多的花招，那也没用。突骑帖昨日便率军去了石峰城，算算时间，昨日半夜他应该就到了。以我对突骑帖的了解，他性格急躁，只怕昨夜一赶到便率军杀入石峰城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他怕是已经占据石峰城了。无所谓，只要击败镇北王，怎么样都可以。可汗，末将在此请命，愿率领大军杀入虎荣关，斩下镇北王人头。好，突必言，命你率领6万大军即刻前去。是，可汗。全军听令，胡马已至3里外，列阵迎敌，此战必胜。1万人虽不少，可北湖那是5、6万铁骑啊，在草原上和他们硬拼，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你秦泽年轻气盛，何苦拉我陪葬？将军，北湖兵多将勇，又在草原作战，占尽地利，正面交锋，恐非上策。那依你之见，将军手握精兵，已有谈判之本钱，若能说服北湖退兵，岂不两全其美？毕竟刀兵一起，生灵涂炭啊！北湖能在这虎荣关进进出出，随意抢掠百姓，这无意如此行事，这北湖怎么可能不步步紧逼？将军，探听到前方有大队人马赶来，汉秦数量约莫有1万多人。他哪儿来的1万多兵马？将军，离得远只能看个大概，但1万多人是一定有的。我见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服饰，像是虎荣关的守军。原来是虎荣关守城的老弱都带出来了。这秦泽真是无人可用。虎荣关的士兵一个个烂泥扶不上墙，竟敢带着他们来行军打仗，真是笑掉人的大牙。将军，就算他倾巢而出，也不过1万余人。我军6万铁骑，兵力悬殊，此战必胜。6万弟兄听着，草原是我北湖的天下，骑射奔袭皆为我军所成。秦泽小儿年少轻狂，自以为剿了几个山匪就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就让他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沙场铁骑，领教领教我草原上的北湖好男儿战力。爷爷我也带你们赚份军功。胡彦，让秦泽小儿见识一下我们300射程，先送他们几轮箭雨。是，将军。5000弓手准备，听我号令，进入射程，即刻放箭。他哪里会行军打仗？胡马自幼骑射，前程足足300步，我军最善射者也不过200步，这分明是以短击长。糊涂啊，糊涂啊！待会儿万箭齐发，我岂不是要第一个变成刺猬了？早知道就是拼着官位不要，也要逃出虎荣关。再不济，自己上山当个匪寇，也比死在这里强啊！高阳拉弓了，还以为能和我们对射吗？真是个笑话！弟兄们，冲！踏碎他们的矩阵！放箭！注意飞箭，小心！全军冲锋，贴上去，别让他们再射，他们的箭挡不住勇士的马蹄。无意，到你出兵的时候了。北湖已经被彻底激怒，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只有秦泽活，我才有机会活。唯有与他们拼死一战。杀！1万火骑分骑2翼，5000骑锐士随我正面迎敌。杀！来了这群旱鸭子，一个不留。将军，顶不住了！狗杂种，敢与我北湖为敌，今日就杀得你们一个不剩！
我的兄弟们陪葬。前是胡马，后是秦泽，此时入退，必被军法处决。妈的，进了！兄弟们，我们是骑兵，他们都是步兵，打不过我们，杀了镇北王！虎豹兵听我号令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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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钱何时练出了这样的铁技？这般山人，在这座战场上竟有万人！杀！全歼胡马！撤！快撤！不要恋战！就要一个不留的将他们全部歼灭，才能收获更多积分增幅。若是让他们跑了，后面再在草原上杀他们，那就太费神。北不要逃，全速冲击，不要放走他们！秦泽小儿，只怕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老巢石峰城，我们已经派去兵马西杀了。这追击的功夫，赶紧回去看看吧。要是晚了，你秦家可就一个不留了。这就是北湖勇士，只会边逃边废，有胆便回头再战。此人竟冷血至此，家族存亡都不顾，是一心厮杀。北湖首领屠于纯首级在此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你命给可汗留了15000兵，昨日宴席不过100人，怎么？你们的首领屠于纯的脑袋已经被砍下了，北湖技术已尽。屠于纯已死，北湖技术已尽。大本营的兵马已经被歼灭了，可汗死了，我们中计了。这场战斗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计中计。赵元，我要饮你的血！反击！反击！为可汗报仇！我勇士即便战死，那也要带你们一起下地狱！此战唯有生死，胜者通吃，全歼这匹胡马，积分必将暴涨，任何代价都值得。全军出发，斩尽杀绝！秦泽，拿命来！先过我这关再说。秦泽，是我低估你了，但即使杀戮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你不该杀可汗，杀了他，将迎来猛烈的报复。今日一战，也没剩下多少兵马了。待我北湖大军前来，你就等死吧！我说这火荣关就是大钱，那也是。告诉你，屠于纯还没死。难道你是在施诈？你究竟……主公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一些皮外伤。你怎么样？我身体壮着呢，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北湖军营那边是什么情况？还有你带来的那颗人头又是怎么回事？主公，末将未能取下屠于纯首级，只能虚晃一招，让这些北湖兵乱了心绪。末将在北湖军营外监察，看到他们首领的相貌，这才砍下一名与这相貌相似的北湖兵人头，而后毁去面容，当做屠于纯头颅带了过来。北湖军营中尚有不到2万人的北湖兵马，若不是你带来这颗假人头，这些胡马兵恐怕就要逃回草原了。今天能大获全胜，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出差错。北湖军营中尚且有大队兵马，经此一役，只怕他们若是谨慎起来，便要逃回草原了。唉，可惜未能全部歼灭。歼灭战，
必然要将他们全部歼灭。是。宿主秦泽现有积分664134，可兑换4000虎豹旗。兑换。誓死效忠主公。败了，6万铁骑怎么会败？他们就像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骑射皮卡样样强过我们，见人就杀。不必言呐！本来大将军已经下令撤退，谁知草原上杀着一只骑兵，举着颗人头喊说已斩下可汗首级。混账！老子活得好好的，这都分辨不出。那人头须发凌乱，面容模糊，远远看去确实像您啊！大将军悲愤之下，但我们反身死战，结果全军覆灭。镇北王还剩多少兵马？我们逃走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应该只剩下了3-4千人，他们也死了不少人。我们打了数个时辰，每个人都尽力了，可汗。折损1万，杀了我6万余人，秦泽小儿，你该死啊！低估了秦泽的兵力，不正是赵元给的情报吗？如果石峰城中也有大队兵马，我的5000兵马岂不也是一去不回了？区区几千残兵，难道还只能把自己15000人给吞下不成？召集全军，杀向虎龙关，斩杀镇北王，告慰我胡马勇士英灵。本想夜袭大营，倒是省了我奔波之苦。虽只有3000皮兵，但我还有新得的4000虎豹旗啊！秦泽，好大的气魄啊！杀我这么多部下，竟不逃回虎龙关，反而在此地休整，莫非是惜我手下无人，不敢来杀你？涂雨纯，我认得你。2年前，我父亲带兵前来北凉，将你们驱逐出虎龙关，连退300里。这不过2年时间，你胡马部落又开始侵扰边关，残害百姓。想来是北库草原疆域辽阔，这几年过好了富足日子吧，该还回来了。秦泽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秦家不再是当年那个秦家，我胡马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胡马。可惜秦昊天早已身死，不然就能看见我胡马部落破城入京的那一天。今日就从杀你开始吧，告慰我胡马勇士亡灵。全歼这匹胡马，积分必将暴涨，边关将重归太平，百姓不再受铁蹄践踏。此战就是我扭转乾坤的基石。4000虎豹旗兑换成功。他竟还有后手，今日即便战败，也定要取他性命。待他日后壮大，北湖必亡，此子绝不能留。秦泽，与我一战！涂于纯，北湖的消亡将从今日开始，我会攻下整座北库草原，歼灭所有北湖。检测到宿主击杀一股势力，积分增幅至每秒10积分。从今天起，自己一天能收获86万4000积分，一天就能创建3000余名全副武装的虎豹骑，可以解锁2星商城，开始兑换更精良的军备。等我解决胡马，便率军杀向京师，让女帝付出代价。狗皇帝，你剥夺我秦家的一切，数次对我施下阴谋诡计，意图让我秦家死在北凉。等着我吧，等我从北凉杀入京师的那天，我一定让你血债血偿。小兄弟，家在哪儿？我把粮食给你送过去。将军，镇北王把胡马都赶走了吗？是啊，将军已把草原上的胡马全歼灭了。胡马之前抢走的粮食要还给你们，不然你们不好过冬。将军还说，待他打下整座北库草原，会把土地送给每个百姓，让你们人人有饭吃，人人不受欺辱。将军，我愿参军，我愿随军出征胡马，让他们永远不敢来夺取我的粮食，杀
参军，还有我，镇北王，镇北王，镇北王。报！大人，边关急报。何事如此慌张？这般毛毛躁躁的。大人，边关急报，镇北王他斩杀了来犯的所有胡马骑兵，而巨北川那边前去的胡马兵们，再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。而那城墙之上仍然有守城士兵在把守，只怕这些胡马兵也都死在了巨北川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边关的胡马兵有数万人，他如何能杀得了？大人，千真万确啊！镇北王斩杀了所有胡马兵，还带回了胡马兵抢走的百姓粮食。边关的百姓们都已经去领粮食了。这怎能杀得了这么多的胡马兵？这究竟是他妈的怎么回事？从他出兵到传来捷报，也不过3天时间吧。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歼灭8万胡马兵，这是人？若是合谋胡马奸杀秦泽的事东窗事发，我就完了。大人，有秦兵来访。若是边关告急前来求兵，我无论如何都要办到。快请他进来。大人，虎荣关安然无恙，胡马已被歼灭了一部分，暂时不会再来骚扰边关。这是将军差我送来的信件，让我务必亲自交于大人之手。好，有气魄，有胆识，虎父无犬子，对付胡马就该这样。告诉秦泽，北胡兵入据北川之事，我会谏言的，让他放心在外领兵吧。是，大人。秦泽死了，让我去北凉接管，那穷地方没油水可捞，还要跟胡马打仗，我才不去。你懂什么？秦泽办不成的事儿，你办成了，这不就是明杀？胡马又如何？未必真要打，装个样子就够。你去驻守1个月，让他们退个100里，陛下封赏到手就回来，后面换谁去，都与你无关了。哦，还是您高明。等我镀金回来，陛下会不会封我做个异姓王？那时候您可就是王爷他爹了。爹，那我什么时候动身？大人，北凉急报。不急，这不就来了？大人，虎荣关大捷，镇北王歼灭8万胡马，消息已传遍京师。你说什么？有没有弄错？歼灭8万胡马，秦泽？爹，这如何解释啊？怎么会呢？他怎么就能歼灭8万胡马兵呢？那可是胡马，而不是匪寇啊！5天的时间击退胡马100里，已然是难如登天的事儿，他却直接把胡马给歼灭了。难道是天降大军帮他杀了8万胡马兵？我明白了，爹，肯定是胡马太弱了。我猜这胡马想必是虚有其名，都是老弱病残，这才让他杀了8万人。哎，如此说来，当初若是我去，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立下这个功劳？可惜了，这个肥差当初就应该交于我啊！弱个屁！还有谁比我更了解胡马的吗？赵月与胡马密谋之事，若虽战败曝光，朝中勾结外敌之事一旦传开，那就全完了。飞将，立刻送我入宫。是。800秦兵不足1月连立奇功，北凉封地竟真成了他龙归大海之处。你让赵元去和胡马商议，想灭掉秦家，可知做错了什么？回禀陛下，罪臣愚钝，错在低估了秦泽的兵马人数。你说的不错，你确实愚蠢至极。大胆黄龙，你竟敢勾结胡马，意图谋害朝廷重臣，该当何罪？陛下恕罪，臣也是为了陛下考虑啊。臣以为陛下您是要……朕怎么了？臣罪该万死，妄揣圣意，还请陛下恕罪。黄将军，秦泽先剿匪寇，
继而歼灭8万胡马兵，一时之间风头无两，朝野上下无不震动，普天之下百姓无不颂扬。你觉得秦泽下一步要做什么？回禀陛下，微臣以为他会造反，能歼灭8万胡马，必定手握重兵，兵马来源不明，便是有谋反之意。王将军，你可知你犯下如此大错，我却饶你的原因？陛下宅心仁厚，其一是要你将功补过，其二，这朝中众多臣子，还有比你黄将军更忠良的吗？是，微臣明白，必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誓死报效陛下。陛下，镇北王好高骛远，未经圣谕私入草原，若兵败，岂不损我大秦国威？臣请立即召其返京。他如此拥兵远走，莫非有意谋逆？黄龙，亏你为镇国大将军，今日却说出如此颠倒黑白之话，简直是非不分。陛下，臣有3问，不吐不快。说。数年来，胡马屡犯边关，北凉百姓苦不堪言，人口日减。镇北王深入北库草原，是要永绝边患，此乃民心所向。臣之一问，诸位久居庙堂，可还记得百姓之苦？镇北王离府4日，胡马夜袭据北川，若非天险阻隔，将士死守，王府上下早已灭门，石凤城百姓亦将遭屠。镇北王在前线御敌，竟有奸人勾结胡马，意图灭门屠城。臣之2问，究竟是何人引狼入室，勾结胡马？张尚书，你盯着本官是何意？无凭无故，你可不要含血喷人。张尚书，你这是何意？这莫不是要辞官不成？五位大将军一生戎马，最后一战血染征衣，至死未忘保家卫国。今日其子秦泽率800亲兵远赴北凉，秦家满门忠烈，一生所为不为国家百姓，从未负过朝廷，从未负过天下。陛下，臣敢问，镇北王不返京师而赴沙场，立誓胡马不破，誓不还朝，其心可照日月，其志可撼山河，何过之有？臣还有一事奏报，此乃镇北王亲笔信，信中指认统军赵元勾结北胡。赵元曾是黄将军麾下部将，更是由黄将军亲自举荐赴任北凉。敢问黄将军，可知他早已暗通胡马？陛下明察。且不说赵元究竟有没有与胡马勾结，即便是有勾结，那与我也毫无干系啊！他去北凉已有数年，我与他早已没有往来，谈何知晓他有没有勾结胡马？张尚书，你我2人只是政见不同罢了，却如何能说出这等空口无凭的话来，陷我于不仁不义之中？够了！赵元勾结外敌，满门抄斩；黄龙举荐失察，监管不力。罚你子黄天虎率5万精兵前往北凉，协助镇北王一同剿灭胡马。即日前去，不得耽搁。至于镇北王，想必如此辛劳，也没时间领赏。朕就等他凯旋回朝，再一起封赏。张尚书，如此安排，你可还有异议？臣不敢。退朝。恭送陛下。女帝派大军助我，不过监视罢了。主公，据探，吐蕃船部族正招兵买马，其首领涂天阙忌惮我军，欲联合他部来袭，数日内必有动静。统军府也派人实时监视，赵元并没有任何动作。
解锁2星商城。消耗100万积分，解锁军备回收功能，剩余800万积分。真理只在射程之内，兑换。消耗4万积分，兑换4万人口。消耗120万积分，兑换4万盔甲。消耗120万积分，兑换4万头盔。消耗60万积分，兑换2万长枪。消耗60万积分，兑换2万长弓。消耗76.5万积分，兑换2万马甲。兑换4万虎豹骑模板，消耗400万积分，积分剩余110万。上弓射箭。小母牛坐飞机，牛逼上了天！哈哈哈哈！好，有此坚甲利剑，虎马众我100万，何足为惧？兵发软蓝围场，直取突援不足，传令全军，兵贵神速，以闪击之锐，一举溃敌。杀！联手打镇北王。这2年你们突援不足，地盘越圈越大，连我海都库都给圈走了。我手下人饿着肚子，怎么替你打仗？这说得过去吗？屠杀东，若北洋大王愿派兵相助，这海都库便是送与你，又有何妨？毕竟咱们都同居草原，若是追及根本，那都是一股之人。你莫不是出门前喝多了马奶酒，脑子不清醒？那海都库本就是我北洋领地，岂有将自己的东西给自己的？又何谈说送与我？当初仗着兵强马壮，强占我地，如今到来说什么同属一族？镇北王野心昭然，必会挥军北上。虽说我突援部族首当其冲，但大王岂不知唇亡齿寒？我突援部若被灭，下一个就是你北洋部族。放肆！我北洋铁骑岂会惧他？8万人折在虎龙关，是你们无能。若在草原野战，他岂有胜算？大王，那秦则是秦昊天之子，其魄力更胜其父，此子不出，整座北库草原危矣。你少来这套！那秦则出入北凉不过100人，如今盘踞草原，也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待粮草耗尽，自会退兵。他的图谋是整个草原，此时不出兵，悔之晚矣。突援全族，左麾下部族，奉我为光主。到那时，我自会庇护自己的附属。望大王日后莫要后悔今日抉择。一来，今日是你屠杀东拒绝我的好意；二来，是我北洋蟒行事从不后悔。至于第三，明日之前将海都库悉数归还，若不撤兵，休怪我踏平你部。他敢带兵过来，有多少人？前哨士兵已失去联系，未敢进关。那支大军身披甲胄，确实不同寻常啊！哼，简直犹如我草原勇士之名。大王，镇北王兵马来势极快，距离我们只有3里多路了。他们兵力只有几万人，远少于我们。秦则小儿自以为杀我8万人便天下无敌，他竟然主动前来送死，那我便携10万勇士成全他。大王，屠杀东前去北洋部族，如今未归，您看我们……北洋蟒那个老匹夫若有意，早就派兵了。若不是屠杀东相劝，我才懒得理他。秦则小儿带几万兵马前来挑衅，目中无人，有何惧之？哼，他不是喜欢打歼灭战吗？今日就叫他有去无回。传我命令，全军出击，迎战秦则。探兵来报，北洋部族没有出兵迹象。即便是早已经统一的大前，那也有党派之争，有事便相互推诿。更何况这尚未统一的北湖部族，勾心斗角，明争暗斗，屡见不鲜。无论是哪朝哪代，一直如此，从未变过。报，突援部族携全兵迎战。哼，正合我意。让弓箭手准备，进入射程便射死他们。是。崽子们，用秦则的鲜血祭奠我8万将士的英魂，将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羔羊全部成为你我的肥料。
杀！举步放箭。撤退！撤退！我不该出战呐！若是等到北洋马，若是等到屠杀东，拉紧距离，全面射箭！永绝后患，不放一个！冲锋！你有没有闻到铁锈味？好像是有点。我居然全死了！北洋蟒这个目光短浅的蠢货，如若出兵，也不至于此。去巨鹿关，整座草原只有茶园真大王能对付秦泽了。检测宿主击杀一股势力，每秒涨至20积分。女帝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主公，此次缴获数万马匹，粮食足够我们在草原常住。好，明日出征北洋部落。父亲，母亲，我就快做到了。大人，常胜将军带兵前来了，他们包围了府邸呀！这架势是要抄家不成？赵元，母娘赵元，恭迎将军。不会的，自己多年来忠心耿耿，即便是秦泽没死，生辰纲从未断缺。不说功劳，那也有苦劳。将军，赵元对皇家一片赤诚，多年来……住口！你勾结胡马，意图谋害朝廷命官，罪无可赦。陛下龙颜大怒，判你满门抽斩。我等便是奉命前来执行的。将军，我所做皆是奉……还敢躲？本想轻轻松松给你个痛快。来人啊，给我抓住他！田虎，为你皇家当牛做马，你们竟卸磨杀驴，天道轮回，你们会落得和我一个下场！我在地府等着你们！你这蠢货！我要来陪我！给我凌迟！将军81刀，看你还硬不硬！王天虎，你踏入北凉，也是死期。你可知这府邸早已被人监视，你的下场会比我惨10倍。秦泽他……说，秦泽怎么了？他有多少兵马？隐死还敢胡言！杀！满门老幼一个不留！主公，北洋部族昨夜篝火宴饮至深夜，兵马散乱，正是突袭良机。西头，兑换卫青，迂回敌后。恭喜宿主解锁5星将领卫青。大王，秦泽距我仅1里。啊？什么？全军固守，接铁桶阵，弓箭手就位，入城即射。我要他秦泽立阶而退，寸步难进。是。头天阙正集结大军，他怎会先攻我？莫非他绕开了主力？不管他耍什么花样，只要他敢来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今日就让他尝尝苦头。若侥幸不死，往后夹紧尾巴做人；若死了，18年后再来逞英雄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还有1里地吗？这箭他妈怎么就射过来了？你既龟缩不出，
就让你做那瓮中之蛙，慢慢煮死。前锋压上，破防后向营内齐阵抛射。如何能射得这么远的弓箭？这是正常人吗？秦泽究竟怎样带出的这群怪物？大王，我军已折损8成，秦泽开始全线压上。大王，拼了吧！诺顿兄弟不能白死。他们弓箭射程如此之远，此时出击与宋慈何意？传令，弃营，撤退。可这……撤！敌军欲逃，追击！还是打这种仗来的爽快啊！全军听令，一个不留。糟了，他们在我们后方也布置了兵马，不成是想在今日将我们一举歼灭不成？骑射交替，绝不放走一人。大王岂不知唇亡齿寒？我屠原部若被灭，下一个就是你北阳部族。他的图谋是整个草原，此时不出兵，悔之晚矣。此子不除，整座北库草原危矣。屠原部族原来是已经被杀了吗？秦泽，你休要得意。今日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日后一定加倍奉还。日后？哪来的日后？你们北湖一族皆会死在我刀下。宿主秦泽歼灭一股势力，每秒积分增至35点。武功，黄天虎率5万盘龙军移至虎龙关，他们强征民粮，百姓存粮几近一空。将军此前所发粮饷尽入其手，盘龙军明日便将出关。与民夺食，与匪何异？未战胡马，先劫百姓。朝廷兵马竟卑劣至此！敢收我发下的粮食，那就把命统统留在这草原上吧。主公，您是要对盘龙军动手？不错，反正早晚都要率军攻向京师。如今黄天虎率领兵马前来北库草原，岂有让他顺利回去的道理？这蠢货向来刚愎自用，目中无人，还未出关便先做出收缴百姓粮食的事情来，简直是蠢到家了。这一次盘龙军也好，大宛部族也罢，凡涉此局者，一个不留。能从此地活着离开的，只会是我们秦字旗下的兵。谨遵主公令。王爷，受陛下之令，末将黄元朗带兵前来助阵。王爷在此，为何相隔这么远的距离不前来参见？陛下特委任我来北库草原迎战胡马，可没说有个上下之分。拿了百姓的食物，就要去迎战胡马。北库草原如今只剩大宛部族，你们现在掉头，随我一同前去迎战。北阳部族也已经……北库只剩大宛部族，哪个字不认识？还是听不明白话？2个部落近30万大军，怎么可能？行，我受陛下调令，你准备放箭。秦泽，你敢动我，你要谋反！秦泽，要谋反！我数3声，你不跟我去大宛部族，我就当你们临阵退缩当逃兵。战场上若有逃兵，必杀之。秦泽，我5万盘龙军可不是吓大的，要敢放箭，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3，弓箭手准备，都放下，都是自己人呐。2，不许放！秦泽，你敢？放箭！我的膝盖中箭了！我们去，我们去！黄天虎，你若是敢中途撤兵，那就是窃敌示弱。不要胡马兵动手，我会亲自将你们诛杀。是你逼我的，可不要怪我心狠手辣。祝将军带领盘龙军杀得胡马们溃不成军，立下大功，日后得个赏赐。
他妈的，又被他压着一头！全军听令，即刻赶赴巨鹿关。带3天粮草就够了，其余的留下，送还给百姓。要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儿草，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。该上路了，军粮吃完可就麻烦了。谢大王收留。在没来之前，我就担心咱们北湖要被秦泽一点点蚕食，我担心的不得了。现在看到大王你兵强马壮，30万大军，人人披盔戴甲，全是精兵良将，用的盾牌坚固无比。秦泽弓箭手是否能射脱我这盾牌啊？传令下去，自今日起，但凡有大钱兵马前来，来多少杀多少，让我的军师睡个好觉。呸！你这狗东西，我爹让你护着我，你竟然没帮我挡箭，这下我80%是瘸子了。回到京东，我会一五一十把你的表现告诉我爹。放心，你不用当瘸子，见不到你爹了。报出口名来！我百余昂不杀无名之辈。我乃大前国常胜将军黄天虎是也，我爹是镇国大将军黄龙，你可听过？战场上报出你爹名号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待你死在我手上，就让你爹收尸，让你娘伺候老子。我去你妈的！黄延郎，给我杀了他！这么多的敌军，秦泽也未必会援助。这5万盘龙军，早晚会全部战死，也包括我空有一身抱负，怎能忍受死在这异族他乡？黄延郎，你没听见吗？快去把他的人头给我砍下来！杀！来吧，来吧！将军幸不辱命，斩了敌将首级。好，不错，还是有用的。黄延郎，你要让开！给我让开！见镇北王，要事相报。将军死了？怎么回事？黄延朗投奔镇北王了？我绝对不能死在这个地方。黄元朗，两军阵前，你却杀了主将黄天虎。对，末将黄元朗想报效王爷，黄天虎这颗头颅便是给王爷的投名状。先说你的情报。黄龙让黄天虎率5万盘龙军前来北凉，意欲在与王爷和胡马对战之时趁虚而入，杀了王爷。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，我虽是他的义子，却也是被逼无奈啊！为了杀我，竟不顾胡马之乱。好，待我歼灭大宛部落后，你随我回北凉。谢王爷，只待王爷点头，末将愿做任何事情。镇国将军却生出如此祸心，此等奸臣怎能不除？利用他这条狗命，起义才会师出有名，民心所在，会省很多力气。虽说今天歼灭了大前5万兵，可秦泽为什么不给增援？他远不止这些兵马，与理不合呀！哎呀，军师，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无论秦泽有多少兵马，在咱们眼前都是一击即溃。百余昂是个好将，杀了秦泽后，你们必须全虚全伪的随我征讨大前，以后都是开国功臣。是大王，只要秦泽敢来，一定将他的人头送与大王。好。兑换8万人口，配齐2级头盔、盔甲、长刀、短弩。消耗968万积分，剩余850万积分。此番迎战胡马，务必要将他们全部歼灭，永绝我大前之患，还百姓们一个太平日子。是，主公。
末将一定不辱使命。今日之战，就不给他们苟延残喘的机会了。总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到底是什么？传我命令，出战20万人正面迎战，5万军留守防御，另外5万人等秦泽溃逃时进行歼灭。出兵！大王，你的弓箭手射出的弓箭实在太远。报，伤亡万人不止。派盾甲兵，军师，这样的盾甲兵，你在草原上没看过吧？有如此兵马，自然无畏。大王，你看，他们撤走了弓箭兵。不怕，这场矛与盾的对决，战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。将他们冲垮，突破防御，快撤退！增援，不能让他们这样冲锋。杀！我是北湖草原统领查元真，你这小儿报上名来！乌马血仇，今日得报。随我入京，清君侧，正朝纲。检测宿主击杀一股势力，每秒增值60积分。大声点！黄龙勾结胡马，其心可诛，枉为人臣。继续！黄龙收我为义子，让我替他蠢笨如猪的儿子打仗赚军功，可怜我满腹抱负不得志。别说废话！黄龙，你心胸狭隘，嫉贤妒才，秦昊天是死于你手。居然是这样！一群败类！你不知道吗？正是黄龙通敌报信，扶桑才伏杀了你父。本想故技重施除掉你，可惜你实在不幸，我给你父葬身一处。杀了我不怕你，来时投个好胎。污言秽语，辱了主公的耳。狗贼，这是你儿黄天虎的人头，接着吧。儿啊！秦泽，你何不随你父而去？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序。旧时代的余孽也配谈尊卑？我父子二人的路自有后来人走，而你黄家之路到此为止。好一个黄龙，竟敢与外族勾结，立刻满门抄斩。秦小将军，连和你父亲的封赏，今日就一并给了吧。如此玩笑，开不得。陛下，这天命已不在金家了。放肆！朕念在你为大前立下战功，特施恩于你，你竟敢谋反！你父亲若在天有灵……住口！你也配提我父亲？黄龙勾结胡马，陷害忠良，哪一桩不是你在背后默许？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此乃黄龙府中搜出的密录，上面白纸黑字，都是你3年来默许通敌，克扣军饷密令，害我父亲的亲笔御批。你这卖国求安的昏君！陛下，某为巩固权位，竟不惜引狼入室，断送北境千里河山。昏君，卖国贼，去死！昏君，害我边军，罪该万死！秦将军，请为我北凉枉死的孩儿报仇！将士们，随朕一起诛杀叛贼！弑君之罪，我一人承担。此等卖国之君，不配为君。你何罪之有？
这是天下人的选择。金家的天下到此为止了。新朝国号洪武，愿意归顺的既往不咎，非要给金家陪葬的，我留他全尸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这山河万里，自今日始，当归于清明。